一大早起身，呢度就係我哋住嘅公寓啦。基本上佢就係一間應該係有6、7層高嘅公寓，外邊就有個小花園一早起身都幾舒服。今天我們要去哪裡？去许願池啊！许願池從早到晚都非常多遊客，所以我們要早起早點去捲贏其他回來的遊客。好，行出呢個小花園呢，就到呢度意大利家傳嘅木門啊！而家差唔多仲有15分鐘就朝頭早8點，街上面真係人影都冇個，車都好少啊，好似我哋朝頭早5、6點咁，真係。所以你只要起得夠早，就捲贏一大半人了。係，我哋捲死意大利佬，捲死歐洲佬，因為歐洲都好多團客過嚟啊！而家羅馬真係處處都係古蹟啊！嗱，我哋而家已經到地鐵站啦，呢度就係地鐵站上蓋。喂，下邊呢度咧就係地鐵站。睇落去係咪好恐怖咧？朝頭早8點鐘，地鐵依然都係好空啊！呢邊仲係有啲人嘅。我們今天羅馬 City Walk 的起點是巴貝里尼廣場。我們首先走到許願池，就是特萊維噴泉。打卡完許願池之後，我們就從許願池走到威尼斯廣場。逛完威尼斯廣場，我們就走到真理之口。排隊拍完照之後，我們往回走一點點，走到古羅馬廣場。接下來我們一路步行到羅馬鬥獸場。參觀完羅馬鬥獸場之後，我們上去帕拉丁山，這裡可以俯瞰整個古羅馬廣場的全景。這樣我們就結束了這一天羅馬古蹟的 City Walk。從地鐵站出嚟呢個就係巴巴維尼廣場，從巴巴維尼廣場出嚟我哋就去呢個許願池，應該係行呢邊嘅。而家8點鐘朝頭早，街上都唔係好多人。我哋已經可以早過90%嘅人啦。朝頭早呢，羅馬嘅天氣係非常之清爽，好舒服啊！喺意大利擺出呢啲枱凳喺街邊呢，非常之常見啊！我諗佢哋城管應該係唔得閒捉佢哋啊，但係到處都係咯，非常之流行。然後佢哋就喺街邊上面坐喺街邊上面食，好似我哋以前大排檔咁樣，真係幾舒服㗎。喺羅馬古城入邊，好多路都係用呢啲四方嘅石塊鋪成嘅。呢啲路行係幾好行嘅，不過呢，如果係拉雙入嚟呢，應該係幾痛苦啦。終於到我哋嘅目的地許願池啦！依然都仲有好多外國人喺度啦，已經睇上嚟係咪好震撼呢？好多人啊呢度，等我行前啲睇下先。
哇！呢度啲水聲好嘈啊！呢度係特萊維噴泉，我哋亦都中意叫佢做許願池。佢係古羅馬三叉路口，據說係因為一個羅馬技師幫助一個少女引入外地水源呢，就建成呢條水道嘅。所以呢度呢條水道呢，亦叫做少女水道。咁之後建成噴泉呢，亦都叫做少女噴泉。咁佢呢個噴泉嘅主題呢，係海神尼普頓勝利歸來。海神尼普頓就喺呢個噴泉中心啦，企喺呢個貝殼戰車之上嘅。現場睇亦都真係幾壯觀嘅。呢度遊客因為非常之多啦，所以平時我哋都係建議早啲嚟嘅。聽講下午呢度啊係逼到水泄不通啊！来罗马许愿池许愿，要右手拿硬币，然后从左肩上方抛入，可以许3个愿望，其中一个要虔诚的许此生会再回罗马，然后另外2个就可以随便许了，反正都会实现的。祝大家好运 ，Good luck！哇！呢度係窮人嘅福星啊，金拱門啊！睇嚟我哋金拱門已經發展到全世界都有啊！对面这个就是罗马的银行的门口了，还挺古朴的，挺有特色的，让我刚开始还以为它是个美术馆呢。行下行下，又到咗前面嘅威尼斯廣場啦。而家意大利好多路口都係警察喺度駐紮住，我覺得小偷好似少咗好多喎。我個人嚟講，目前喺意大利治安都算唔錯。意大利人係咪唔驚城管嘅呢？間間餐廳都係當街擺咗更多啲台出嚟。搞到條街都冇地方行啦，幾咁癲！你睇呢度呢間餐廳亦都係，前面亦都係，真係意大利啲城管真係唔掂啊，完全冇做嘢。呢度就係威尼斯廣場，係為咗慶祝1870年意大利統一而建嘅。中間呢一個雕像呢，就係維克多賴曼紐爾2世，佢就係統一意大利嘅人啦，所以喺呢度就樹立咗佢嘅銅像作為紀念。而喺雕像下邊呢，呢度有火炬喺度點住嘅，然後仲有2個衛兵其實守住嘅，就係無名戰士帽啊，應該係紀念喺佢哋統一時期戰爭入邊嗰啲戰死咗嘅士兵英雄。而呢度個火兩邊嘅火炬祭奠嘅火炬呢，係一直着住嘅，唔會熄。呢度先至係真正嘅勝利廣場。聽講佢呢個名呢係嚟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意大利勝利嘅銘文。左右兩邊應該係自由女神像。正面睇到呢個廣場旁邊嘅支柱呢，其實係非常之高大嘅。嗱，我鏡頭拉落嚟睇下啲人嘅幾高呢，你就知道佢有幾高大啦。正面睇啲人就係得咁細嘅啫，相比啲柱嚟講，所以啲柱係咪好高呢？呢段銘文就係嚟自於意大利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嘅時候嘅勝利宣言入邊嘅銘文嚟嘅。
喺廣場左邊睇到嘅風景就係咁啦。廣場背面呢個建築物係一個美術館博物館嘅地方嚟嘅，整體佢哋維護得都非常之好嘅，睇到入邊都整理得非常之乾淨企理。從呢個角度向外睇呢，就可以睇到遠處嘅羅馬鬥獸場啦。一陣我哋會過去嘅。呢度有一個遺跡，但係我唔知道佢有咩來歷。廣場嘅另外一邊，即係西邊睇出嚟呢，就係咁樣嘅。正所謂羅馬呢，就唔係一日起好嘅，但係羅馬呢，就可以一日行完啦。羅馬舊城區呢，其實就唔係好大嘅啫。旅行團嚟啦！旅行團嚟啦！好多人啊！呢度就係俗稱為羅馬貧民窟啊！以前羅馬啲窮人呢，就係住喺呢度呢啲咁嘅屋仔入邊啦。應該一戶呢，就係得磚瓦房其中一個咁大細嘅啫。而家就變成俾遊客參觀啦。羅馬有好多呢啲咁嘅觀光巴士，非常之受歡迎。基本上佢哋淨喺呢個古城區入邊咧行走嘅啫。然後喺一啲著名景點嗰度咧就會停車嘅。如果你見到有位呢，就可以上去啦。有啲觀光巴士呢，上面係連頂都冇嘅。咁羅馬啲太陽咧就好勁嘅，我唔知道會唔會將人都曬暈咗喺上面。呢度就係馬切羅劇院啊！以前啲貴族咧就喺呢度睇戲㗎啦。側邊呢兩條柱咧就剩低兩條柱啫，依然都仲屹立喺度。意大利人都唔捨得拆佢。喺羅馬行街基本上咧係非常之舒服嘅，因為佢到處都係景，你唔會覺得無聊。好多呢啲爛磚頭、爛石頭咧嘅地方咧仲留喺度，都唔知意大利人點諗嘅。應該將佢哋拆晒啦，起返個萬達廣場啊嘛，咁樣先係揾錢。呢度就係真理之口嘅門口啦。而家我哋排緊隊入去。因為呢度個個人都嚟呢度同佢影相，所以每個人影相呢，淨係得10秒8秒到嘅啫，影完就走，然後下一個人。真理之口，不可以說假話，不然手臂會被咬掉的。參觀完真理之口，從佢旁邊嘅門入去呢，就係科斯梅丁聖母教堂啦。好多人都係影完真理之後呢，就順便入嚟參觀一下。前面呢度就係古羅馬廣場，傳說中曬死人唔填命嘅地方，真係好鬼曬呢度，成一棵樹都冇。
呢啲就係唔好嘅示範啊！你睇古羅馬廣場，就喺路邊都唔攞啲3米圍欄圍上嚟，等啲人係咁影相白食又唔買門票即係意大利人都唔識做生意嘅，真係睇個個都係咁樣係咁隨便影，真失敗。希望他不是一個騙子。喺羅馬鬥獸場旁邊嘅呢一座門，巨門啊，就係君士坦丁凱旋門。大家都睇到羅馬鬥獸場係幾多人去㗎啦，所以嚟呢度呢，記得要提前訂票、提前預訂，然後嚟到呢就可以直接入嚟啦，唔使等，真係非常之多人嘅。正式驗完票入嚟呢度呢，就係古羅馬鬥獸場嘅入邊啦。羅馬鬥獸場呢係古羅馬時期最出名嘅建築，入邊呢度呢係可以容納5萬人嘅。講好嘅電梯。原來唔係供一般遊客用㗎，只能行上去啦。呢度有詳細嘅說明，介紹呢個鬥獸場呢，下方係有個地下室嘅，有複雜嘅區域結構，然後啲動物呢就係關喺下邊個地下室度啦。然後先放啲奴隸入去，跟住呢，地下室可以控制邊一度嘅猛獸升上去，然後突然出現去攻擊上面嘅人，然後等啲奴隸呢同啲猛獸打上嚟嘅。從2樓睇落去，下邊個鬥獸場就係咁樣噶啦，下面個底應該係塌咗噶啦，以前呢就係地下室嚟嘅，入邊啲細嘅房呢就係攞嚟韞嗰啲動物噶啦。呢度就係2樓，以前呢2樓、3樓一直到上面都係有頂嘅，啲觀眾就可以坐喺上邊。經歷過差唔多曬到變成人乾嘅階段之後呢，我哋終於嚟到咗對面，即係西邊鬥獸場。從西邊鬥獸場呢，就可以睇到原嚟鬥獸場最高嘅圍牆。咁樣睇落去呢，就比較有氣勢嘅。其實我覺得鬥獸場呢，其實係一個幾殘忍嘅地方嚟嘅，即係以前啲猛獸同埋啲人呢喺度打交咁樣，死好多動物啊，死好多人。啲愛護動物協會啲人呢，又坐唔住噶啦，如果嚟呢度。後面這裡就是羅馬鬥獸場了，整個遺跡很盛大，也很震撼，真的是非常值得來的。不過，希望大家如果能約到早上的票的話，盡量搶早上的票吧。中午跟下午實在是太曬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我在罗马是一天被晒死的。為咗慳呢個2-3歐嘅水錢，大家都喺度排隊節水啊！真係睇下個太陽，真係曬死人啊！好多人排啊！唉，差啲熱死啊！水啊水啊，我要水啊！行咗好耐，終於從羅馬廣場行到呢個帕拉丁山啦。喺呢個山上面呢，最出名就係從山上俯瞰呢個古羅馬廣場。下邊呢度呢，就係古羅馬嘅遺跡啦，基本上就係等於以前羅馬時代嘅一啲舊屋啊、舊房、居民住嘅地方嘅一啲殘骸啊。咁古羅馬廣場呢，我就唔打算入去啦，因為呢實在太曬啦。咁我哋從呢個位呢，都可以俯瞰古羅馬廣場。從呢度呢，係可以一直延伸到羅馬鬥獸場嘅。你見到以前整個城呢都頗具規模噶。下邊呢一度嘅屋呢，就係以前羅馬居民區啲居民住嘅屋仔啦。雖然羅馬古城呢已經係變成咗一個廢墟啦，但係從呢度睇過去呢，亦都係可以回想到當年啊，羅馬古城係頗具規模嘅。咁今集我哋嘅羅馬舊城一日遊就係到呢度啦。咁我哋下集影片再見，多謝大家收睇，拜拜。